マジかよ。この世で最後に買った本がヘアヌード写真集だなんて。歩夢、兄ちゃん傘届けるからな。你们的生命已经完结了，如何使用你们的新生命是我的自由。就这样，拽不拽？这就是九九最近补的重口味老番《杀戮都市》。提醒宝贝们啊，前方车速过快，请系好安全带，以防中途跳车。故事发生在一个神秘世界，我们的男主叫玄野，他抛开了亚萨西的设定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色批。已经到达什么境界了呢？就是上着课，他都能幻想出妹子光溜溜的样子。然后，先生，何？黒の立ってます。放学后，他还会去书店买点羞羞的杂志。一天，天正下着雨，玄野像往常一样买了本好看的杂志后，就准备坐地铁回家。因为雨下的太大，电车被延迟，车站里的乘客怨声载道。忽然，一位欧巴桑向正在欣赏杂志的玄野寻求帮助。日の出台へ行くのはここでいいんですか？虽然玄野很不耐烦，但他还是回答了人家。没一会儿，玄野就碰到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加藤。对方一开始没认出他来，他也没有主动说话。此时，一个醉汉摇摇曳曳地走了过来，不出所料，他跌下了站台。车站的所有人都视而不见，只有加藤选择跳下去救他。因为醉汉太重，他一个人也弄不了，就想寻求帮助。环顾四周后，他发现了老同学玄野。玄野听到加藤叫他，虽然心里不怎么愿意，但是腿已经管不住了。把醉汉抬上站台后，电车刚好驶来。此时爬上站台已经不现实了。加藤想出了一个主意，只要跑到电车停下来的前面，就还有救。他俩哪有电车跑得快呀？直接领了便当。那场面是胳膊脑袋满天飞，更有不怕事的拍下了照片。可是下一秒，这俩人以奔跑的姿势出现在了一间房子里，而站台那边他俩的尸体已经不见了，照片视频也神奇的消失了。这个房间里有7个人和1条狗，还有一颗超级大的球。房间里都是已经死掉的人。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叫做山田，是个老师。他提议大家做自我介绍。玄野和加藤我们都认识，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叫铃木，是东京的政治家。黄毛不愿意自我介绍，就叫他黄毛吧。下一个男人叫西藏，是国2的学生。剩下的2个人都是黑道的小混混，就叫他们小白和小紫好。介绍完之后，加藤说以前的玄野天不怕地不怕，在他眼里玄野就是天才，自己也一直以他为目标奋斗着。结果因为脑子不好使，小学毕业后只能去不良少年聚集的学校。这番真情告白把玄野脸都说红了。还没等加藤问他现在怎么这个怂样了，那个大黑球就开始了行动。他绘制出一个赤身裸体的妹子来，我帮宝贝们看了哈，起码36滴。妹子径直倒在了玄野怀里，黄毛对妹子拍个不停。身为老色批的玄野更是坐不住了。こらてめえ何やってんだよ。最过分的啊是小紫，他拉着妹子就去了别的房间。妹子醒来大声哭喊，加藤实在忍不住了，冲过去制服了小紫。后来他又把外套送给了妹子，妹子叫做小慧，是我们的暂定女主。此时屋子里的球唱起了歌，他一边唱一边显示出一行一行的文字，大致意思就是你们已经死了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你们的新生命由我来支配，这就是规定。然后黑球指示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杀掉指定目标。这次的目标叫葱星人，特征是力大无穷，全身恶臭，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葱和友情，口头禅是只要有葱就够了。显示完毕，大黑球摊开，球心里面是一个浑身插满管子的人类，还有各种武器和写着他们名字的小箱子，里面有一件黑色的衣服。紧接着他们一个个的被传送到了现实，大家没有把那件黑色的衣服当回事儿，只有玄野把它带上了。等大家传送完毕后，西藏告诉大家，僕は日本政府の秘密機関にスカウトされた。だから僕たちはその宇宙人をやっつけに行くんだ。西藏还说他们之前肯定被人故意搭讪过。玄野一下子就想起了问路的欧巴桑。不得不承认啊，男主除了自私好色之外，脑子还是蛮好用的嘛。西藏手里有个类似 GPS 的东西，上面显示着外星人的活动地点。首先找到聪星人的是老师，这小玩意儿长得还挺别致，这绿脸搭配小红唇，绝了。另一边，政治家铃木一心想着回家，没有参加这次活动，结果刚出了任务区就当场暴毙。老师4人发现聪星人就开始了攻击，因为不熟悉武器，聪星人还有逃窜的机会。他一边跑一边喊着这委屈巴巴的样子看着就有点心疼。后面4个大人穷追不舍，中途老师还停下来想躲避行人，结果才发现没人能看得见他。聪星人走投无路，还一直想把葱给他们。
或许是想讨好，或许是想建立友情，但是这对眼前的这4个人根本不起作用。4个人一人一枪的杀掉了他。当加藤赶来时，只看到了聪星人的尸体，明明人家也没有作恶。全剧最亚萨西的加藤哪受得了这个？但是没等他发飙，一只大号的聪星人他来了。看着小聪星人的尸体，他眼睛里流着血，挨个捏爆了开枪的4个人的狗头。加藤还企图和他交流，但是愤怒的聪星人也不吃这套。原本加藤还有机会杀掉聪星人，可他还是心软了，结果被聪星人攻击翻下了围栏。之后聪星人把目标转向了玄影和小慧，这时玄野还妄想着找警察，直到他发现路人根本看不到他，才意识到这东西只能靠自己。なんでだろう。あいつは泣いてくれそうな気がする。なんでそう思えるんだろう。啊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他甚至回忆起和加藤的点点滴滴。就这样，他和小慧跑进了死胡同。此时房间里的大黑球显示还剩12分钟。想着小时候勇敢的自己，玄野终于觉醒了。他引开了聪星人，另一边跌下围栏的加藤醒了过来。他看着玄野在溜聪星人，仿佛看到了年幼时自己最崇拜的那个小玄野。最终玄野受了伤，马上就要被聪星人干掉。加藤从后面勒住了聪星人的脖子，虽说救下了玄野，但是自己的手臂也被聪星人割掉了。玄野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怒气值直线上升。黑色衣服此时终于派上了用场，玄野瞬間变成了肌肉男孩，捏断了聪星人的手。之后他开始对聪星人疯狂输出，打得人家都道歉了。直到加藤醒来。もうやめてやってくれ。もともと俺らはよく聞こえないってなんだよ。我怀疑加藤拿了女主的本子。此时消失半天的西藏出来了，他束缚住了聪星人。西藏手里的枪是捕捉枪，第一次扣扳机会放出束缚外星人行动的捕捉绳，第二次是将其送到未知世界。玄野手里的是普通的手枪，有 X 光的功能，能透视人的骨骼。它有2个扳机，上面的是锁定，下面的是射击，打到对方几秒之后就会爆裂。西藏怂恿玄野杀掉聪星人，玄野最后还是不忍心，毕竟老婆叮嘱了嘛。最终西藏把他传送到了未知世界，任务完成。也就是说，并不是非要杀掉外星人，只要让他离开地球就算完成任务。此时加藤因为失血过多，生命气息也很微弱了。西藏说任务完成后，活下来的人就会再次传送回那个房间，如果加藤还有一口气在的话，传送回去就会恢复正常，只要回到那个房间就可以回归正常生活，甚至可以回家。玄野和小慧拼命的叫加藤，根本没有用。传送也开始了。正当2个人坐在房间里抹眼泪的时候，加藤君出现了，拿了女主的本子，就是死不掉呢。全员到齐后，大黑球开始评分，只有送走外星人的西藏3分，其他都是0分。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哈，只要人没事儿。西藏说自己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游戏了，并且说其实大家确实都死了。出现在这里的都是复制体，完成每次的任务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生活，但是不能和别人提起这里的事。如果本体没有死透被抢救回来了，那复制体就不能回到家里，不能让家人知道你的存在。玄野醒来后还以为这都是一场梦，直到发现了那件黑色的衣服，生活恢复了正常，只是他时常想起小慧，果然是老色批。加藤回到了弟弟身边，他和弟弟依旧寄宿在婶婶家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小慧则通过玄野最后借给他的衣服，发现了他的学生证，然后找到了他家之后。このアパートさ、猫とか犬とか飼っちゃダメなの？飼ってくれないかな？何を？羊入虎口，投怀送抱，走投无路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喜欢九九的可以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